什么情况？你看人家学口技，这是。哦呦！哇！这个真像，真像啊！老师们好，同学们好，是不是想考一下我们月亮姐姐的听力？来，月亮姐姐跟我们重复一下，刚才你听到了多少种动物的叫声？我听到了上百种的鸟叫声，所谓百鸟朝凤啊。月亮姐姐啊，你回答的真敷衍。没有，我还参与了演出呢。你没听到里面有一声那是我发出来的。那是什么鸟？那个。那是鸟吗？那鸟应该是京巴。反正听到了很多鸟的叫声啊，而且今天呢登场的这样的一个组合也是一个大家庭哈。咱们先欢迎一下，也请各位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张夏露，今年6岁，出生在洪水峪村。你好。大家好，我叫董海洋，今年10岁了，我出生在洪水峪村，我现在在大峪第2小学读4年级。这个小朋友一登台的时候，我就对他有印象特别深，我总感觉像加了大头特效。下一位。大家好，我叫王晨曦，我今年11岁，也是在北京洪水峪村出生的，我现在正在豫园小学读5年级。大家好，我叫乔雅琪，今年11岁，我也是洪水峪村出生的。欢迎你。我看这个胸牌上，这位是老师，对吧？大家好，我叫张建平，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口技第4代传承人。哇！第4代传承人，那不用问了，我身边的这位老先生应该是第3代传承人了。大家好，我是刘玉亮，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口技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今年85岁。我从艺了60多年的口技艺术，代表中国文化代表团走访了世界5大洲、50个国家。这是我最信的10徒孙，叫徒孙们，是吧？徒孙，对。这牛老师刚才讲了，现在呢从艺60多年了，60多年，桃李满天下。对。所以今天不仅是带着徒弟来，而且把徒孙也带到了舞台上。对。其实正好也符合我们这个祖孙搭档啊，也扩充了一个新的概念。但是按照我们节目的游戏规则呀，这主持人叔叔必须很残酷的告诉你，虽然你们都想和师爷一起上台比拼，但只能留下一个人。我们都要留下。啊，都要留下，那可不行啊！咱们得想个办法，要不然怎么比一比？比一比。每个人来一个绝活表演，看看谁的口技更像。咱们月亮姐姐打分，好不好？好。小妹妹先从你开始。像吗？月亮姐姐是养狗的哈，你先猜一下什么品种？农村大黄狗。中华田园犬是吧？来。你看这小鸡儿行、啊。这我听说，农村大黄鸡。来。农村鸡爸爸。好，这声音更嘹亮一点哈。喵，知了。听成知了了，再来一下。知了。喵。家猫，对不对？对。猫不是喵。你那是小奶猫。月亮姐姐真有意思。哎呀，孩子都挺有实力啊，太难驱使了。球宝，我听你的。我在呢。快，孩子们跟球宝表示。我想。那就留那个个最高、眼睛最大的吧。我也认为那个。为什么？因为他刚才在学鸡叫的时候，我觉得学得特别的好。哎，我都想找一个铁锅了。给你听乐了是吗？好，那留下来的是晨曦哈。那也谢谢其他的同学们，谢谢老师，请到家属区。上了，对，咱们坐这儿。
其实啊，4位小朋友和老师和师爷接触口技的时间并不长哈。对，资料显示他最长才学了3个月的时间，所以能登台也很有实力了，很有天赋。对，这孩子们一个是有天才，一个是喜欢做口技。而且我觉得最感动的是4个小朋友在台上都很有表现力，都很想要表现。当然，我还想问问晨曦，说为什么这一次想和师爷做搭档？因为非常崇拜师爷吧，因为师爷还在国外去演出过。哦，师爷在国外受欢迎吧？很受欢迎。哎呀，我走的国家太多了，也典型的几个比较有力的中国口技的魅力吧。我在一个国家演出，把我口技搁在那个休息10分钟的这样。他看不起我们中国口技，我特生气，我就说怎么办呢？没办法，我就用我们的实力来，大幕一闭上，休息10分钟，我走出去了，我一学鸟叫，这个上厕所的提了裤子往出跑，喝咖啡的端着咖啡碗往出跑，就吹口技。结果第2天呢，那个国家的电视台把我的口技播出去了，轰动了这个整个国家。我到哪个这边去都认识我，口技也是第一次让那个国家的朋友了解到了中国传统口技的魅力。对。还有到哪个国家演出您印象比较深？我还到阿拉伯国家，那时候搞一个博览会，几千人，那现搭的台子，我口技一出去，一学那马跑，这几千人站起来跺脚。呱，跟您配合，这台就晃悠。哎呦，我们团长啊，赶紧说：“牛老师，快收，别再演了，要不然一塌了就麻烦了。”说这外国人听到我们这口技以后啊，都站起来鼓掌，很兴奋。我一学鸟叫，就找鸟，在剧场里找鸟。一看我这嘴叫的，哎呀不得了，中国人不得了，中国人太聪明了。说我们平常听到的声音没当回事儿，可是你们拿到舞台上到一门艺术，把我们感动了。因为各种艺术门类啊，其实它的起源都源自于自然界，生活。那我老师给了我一句话，我永远记着，叫师傅引进门，修行在个人，要自己去有钻研，自己去苦练。所以我到一个地方，我就了解当地的情况，是吧？这个情况喜欢什么，这个情况不喜欢什么。你看我在斯里兰卡演出，是吧？写那文字，你看，蚊子打死了。斯里兰卡把蚊子叫马杜鲁，我一打，马杜鲁，哇，观众就写了，说听到中国人说我们的僧伽罗语，两国人民的心就紧贴在一起了。但这蚊子不好模仿吧？对呀，我学蚊子的时候老学不好，结果让蚊子咬，把衣裳脱光了，到这苇塘里让蚊子咬。那蚊子很狡猾，它叫的时候啊，它不咬你，等它不叫了才咬你呢。所以我就摸着规律了，这个蚊子怎么打，什么时候打，打了这死的声音是什么样？你看，完了，必须得特别寸。对，有生活。听得出来，就是牛老师学这个口技，不光是跟周老师当年他的师傅学，其实也是在跟自然界的各种动物在学。对，口技演员必须热爱大自然，跟大自然之和谐，要表演大自然。我在芜湖演出的时候，早上练早功，5点钟起床，到山上去，山上那鸟叫的特别好听。哎，这鸟特好听，我想学。我刚学口技啊，我叫的时候它不像，它不叫了。后来我就琢磨听，后来它还会叫，那听有点像了，它高兴，它蹦来蹦去的，它特高兴。鸟都跟您交上朋友了，它愿意交朋友，所以它越来飞越近，看我很善意的对它，我学它，在当老师，它就落在我肩膀上，我也不动，落在我脑袋上我也不动。我们就有感情了。那天我走的时候啊，我坐车路过那走，那鸟还在那等着我呢。后来我就探出身子来，我就跟它叫，我叫，我走了。这鸟就跟着我，唰，这车走了好长时间，它不走了。我就当时眼泪都下来了，我感动了。鸟也舍不得您啊，这您一走少了一个知音呢，是吧？我们要跟动物搞好和谐，保护动物，爱护动物。
所以牛老师刚才讲这话，其实我蛮感动的啊，因为我们特别熟悉的这句话就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对，大家都听过。但是牛老师真的是用自己的这个一生的这种执着的精神去践行这句话。对，可能老师最开始教的是您的方法，但真正让您能够站到这个口技艺术的舞台上，深受观众的喜爱，还是您的那种钻研的精神。对对。所以你觉得像我和月亮能学会口技吗？也可以。我们俩这个声音条件，您听行吗？是。月亮那小嗓儿也很脆，您啊。但那小猫学多好啊！我的狗也行。啊。他这声音用的对，模仿声音就行了，表情就不用模仿。月亮姐姐真有意思。那您教我们一个呗？你不是说这乌鸦的叫声？它是用这小舌发声，舌头，小舌里边有一个小舌，所以你看上面吊着一小舌，一块小的小舌，用它发声。你的舌头。杨帆，我发现了，你当乌鸦都是业余的。不是，还有什么简单一点？简单的马蹄儿、马跑啊，用舌头舔下嘴唇。杨帆舌头舔下嘴唇，你在那什么呀？用舌头舔下嘴唇啊。老师，马太难了，我给你学个驴吧，好吗？你走鼻音。哎，走鼻音对吧？行，牛老师，我觉得你比我这个像。是不是？我们俩要是考试，今天您只能录取一个人，您是不是录取我？哎，好像很为难。我觉得牛师爷应该选杨帆。哦，秋宝向着我说话呢哈，因为他拿回去当驴干活强。我去拉磨去啊。但是我也看出来了哈，这个牛老师收徒是宁缺毋滥的，对不对？所以张老师能够和这个牛师傅一起学习，也说明这个小张老师还是具有一定的天分。小张老师很棒，而且人家是第4代传承人啦。张老师学多长时间了？我是从03年的时候跟师傅身边一直潜心学习啊，在去年的6月份正式的拜师。而且我看到小张老师现在收的很多的学生啊，都是山村里面的孩子。是啊，这也是师傅交给我的任务，因为师傅是咱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嘛，所以呢，师傅就想把口技扎根到农村。然后正好是赶上我在那儿驻村，我们也希望用这个文化来带动村民的这个文娱生活，然后用文化来带动咱们乡村振兴，多好！我们过去常说嘛，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教会这些孩子们本领，其实对于他们未来来讲是更有帮助的。对，所以也想问问小朋友们，那晨曦做个代表吧，就是你们将来有什么样的理想吗？我们就是想像师傅一样，能去外国去宣传这个文化，走出国门，让外国人更了解我们中国口技，有雄心壮志，加油！